有没有发现，最近新闻里常常出现两种完全矛盾的信息？一边政府专家喊着生育率太低了，大家要多生孩子，不然未来社会没人工作，没人养老。另一边企业却在拼命裁员、自动化、推 AI、用机器人，甚至连收银员、客服、仓库搬运工都在逐步被替代。这就好比一个人在饭桌上劝你多加菜，可转头却把盘子收走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未来的工厂、办公室甚至医院越来越多由机器和 AI 接管，那人类还要负责什么？我们生更多人出来是为了什么？我给你举个最直观的例子。过去去日本旅游时，最常见的就是便利店里排着长队，几个店员手忙脚乱地收银、上货、打包。可现在呢？你走进东京的便利店，发现收银台可能只剩下一个人，甚至没有人，全是自助机。扫码、付款，袋子自己拿，几乎没有人跟你打招呼。在美国，自动化早就深入到各行各业。麦肯锡在2024年的研究指出，到2030年，全球约30%的工作可能被 AI 和自动化替代，涉及的不仅是体力岗位，还包括法律、金融分析、医学影像这些白领行业。换句话说，从工厂工人到办公室白领，都得面对被机器盯上的压力。再看中国，京东的亚洲1号无人仓是智能物流的典型代表，一天能处理超过50万单。几百台机器人在仓库里高速穿梭，比成千上万的工人还精准，效率远超人工。那么你可能会问，既然机器能干这么多事，为什么各国还在喊要提高生育率？难道不是人越多，失业越严重吗？这里就涉及一个关键逻辑，人口的减少最直接的影响不是劳动力不足，而是消费不足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国家年轻人越来越少，房子没人买，车没人开，餐馆空荡荡，企业还能赚钱吗？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人口结构老化，到2025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30%以上。这直接导致什么？内需萎缩。无论是丰田还是优衣库，都不得不想办法往海外卖，因为本土市场已经撑不起来。中国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。2023年，中国人口出现6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。专家测算，如果趋势不变，到2050年，中国人口将减少1亿人以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年轻人少了，买房的少了，结婚生子的少了，教育、娱乐、消费市场自然萎缩。所以政府才一边催着大家多生孩子，希望维持人口规模，至少保持消费力。但企业的逻辑完全不同。对他们来说，人口少了反而是好消息，不用发那么多工资，不用应对那么多劳资纠纷。机器更稳定，不会闹情绪，不会生病，甚至24小时不停工。你看，这就是矛盾点，政府想要人口，企业想要效率。那谁能赢？人类的尴尬处境。我们再回到最核心的问题，如果机器能干大部分事，那未来人要做什么？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，现实已经在上演。比如美国亚马逊在2023年宣布裁员27000人，理由就是 AI 和自动化提高了效率。亚马逊在全球仓库中部署的机器人数量已超过100万台，几乎赶上甚至超过人力总数。这些机器人现已参与约75%的配送流程，进一步降低了对人工的依赖。简而言之，一个机器人可以替代多个工人，且成本更低，效率更高。华为也早早亮出了转型路径。去年他们公开提出，要在制造环节全面推进黑灯工厂。所谓黑灯工厂，就是几乎看不到工人，机器人全流程自主运作，甚至连灯都不用开，因为机器根本不依赖视觉环境。这不仅是自动化的升级，更是无需人类干预的制造新范式。那未来孩子长大了，
还能做什么工作？有人说没关系，人可以去做创造性的工作。但你想想，现在 AI 已经能写文章、画画、作曲、写代码，甚至能陪你聊天解闷。以前觉得有创造力的岗位正在被一步步蚕食，那是不是人类真的就没位置了？未来人类的3种角色，别急着悲观，事情也不是完全绝望，只是我们必须承认，未来人类的角色一定会改变。我先抛个观点给你，未来人类可能会被分成3种角色：极少数的掌控者，掌握资本、掌握 AI 和机器人运行的人，他们不用亲自劳动，却能掌握最大的话语权；一部分的高端创造者，比如顶级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战略家，他们能把机器当工具，推动新领域；绝大多数普通人，他们可能不再是劳动力，而是消费者，甚至在某些社会模型里，人只是被养着的角色。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？过去人是社会的核心，现在人可能会被重新定义，人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让经济有消费的出口。那这样一来，问题更尖锐了。如果未来人只是消费者，那我们今天拼命生孩子，是在生劳动力，还是在生消费力？刚才我们说到一个问题，政府要人口，企业要效率。那这2股力量碰撞到一起，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人口不断减少，但企业又疯狂推行 AI 和机器人，会出现2种极端。第一种极端，社会里的人少了，可企业依旧高效生产，于是会出现产能过剩，货架上摆满了商品，却没人买。工厂能造上亿部手机，但没有足够年轻人换手机。就像今天日本的现状，便利店、商场、电影院还在营业，但你走进去，发现人越来越稀。第二种极端，为了维持消费，政府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补贴人口，比如发钱、减税，甚至干脆推行基本收入。芬兰在2017年就尝试过全民基本收入实验，给2000个失业者每月无条件发放560欧元。结果发现，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确实提升了，但就业率并没有明显改善。换句话说，政府其实在承认，人未必需要工作，只需要花钱。可是问题又来了，如果人类只剩下花钱的价值，那我们拼命强调生育，是为了养更多的消费者吗？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残酷？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好奇，不同国家是怎么面对这个矛盾的。日本的人口老化最严重，但他们并没有选择大规模引进移民，而是走了一条机器人替代的道路。比如东京的养老院里，你会看到机器人陪老人聊天、唱歌，甚至帮助翻身洗澡。原因很简单，年轻人太少，根本不够照顾庞大的老龄人口。但这也带来副作用，老人确实得到了照顾，却越来越孤独，因为真正的人际关系减少了。中国的情况则是另一种逻辑。几十年来的快速发展，靠的是人口红利、劳动力便宜、充足。可现在出生率下滑，社会开始焦虑，没有年轻人，工厂谁来干？没有年轻人，房子谁来买？于是你会看到各种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，补贴、延长产假、奖励生3胎，可实际效果呢？很有限。2023年的数据，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 1.09， 远低于 2.1 的更替水平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？因为养不起。房价、教育、医疗压力太大，让年轻人望而却步。所以中国政府强调要生，但年轻人却在说，我自己都活不下去，怎么生？
美国。再看美国，他们有点左右逢源的意思，一边大量引进移民来补充劳动力，一边大力发展 AI 和自动化，这让美国保持了活力，人口还在增长，科技又在引领。但代价是社会分裂更严重，硅谷工程师享受 AI 红利，拿着高薪，另一边底层工人被机器替代，转而去送外卖，开 Uber， 收入不稳定。这三种模式其实都没有完美答案，因为无论走哪条路，问题都绕不开一个核心：人类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工作的价值正在被动摇。过去几百年里，我们都习惯了一个逻辑：人类通过工作创造价值。农民种田，工人进厂，白领写报告，医生看病，工作既是赚钱的方式，也是自我价值的体现。可如果 AI 和机器人把工作接管了呢？那人类的价值是不是就消失了？我们来看看现实中的一些信号。自动驾驶卡车，美国有超过300万人靠开卡车为生，但威某、特斯拉等公司正在测试无人驾驶卡车。如果普及开来，这几百万人怎么办？智能客服，国内不少银行、航空公司已经用 AI 语音客服替代人工，效果呢？对企业来说省钱了，但对社会来说，上百万客服人员可能没了饭碗。AI 律师助理，2024年，美国已有律师事务所用 AI 做合同审核，一个 AI 能顶几十个年轻律师，而且更快更便宜。那新人律师以后还有出头机会吗？这些例子说明，工作正在逐渐失去人不可替代的意义。那我们该怎么定义人的价值？人类可能的新角色。这里我给你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。20世纪初，90%的美国人是农民。可随着农业机械化，大量农民失业，社会一度恐慌，大家都没饭吃怎么办？结果后来呢？机器接管了耕地，但人们跑去工厂、办公室，出现了全新的职业：工程师、程序员、市场人员。这些岗位在之前根本不存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次 AI 浪潮会不会也创造新的职业？答案是会，但数量未必够多，而且门槛很高。比如 prompt 工程师、AI 训练师、AI 伦理审查员，这些听起来新鲜，但能容纳的人口数量太有限，不可能解决几十亿人的就业问题。所以更大的可能性是，人类从创造价值逐渐转向享受价值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未来的身份可能不是生产者，而是体验者。那如果人类真的主要是消费者，社会会怎么运转？有3种可能。一、基本收入模式，政府发钱，保证每个人有最低消费力。瑞士、芬兰都在实验，美国加州也有人提出类似方案。连马斯克都说过，随着 AI 和机器人取代越来越多的工作，普遍基本收入是不可避免的，甚至未来可能会走向他口中的高额普遍收入，让人类不再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，而是有更多时间自由支配。2、极端分化模式，就是社会被撕裂成两端，少数人掌握 AI 和资本，控制生产与资源，过着近乎神明般的生活，而绝大多数人则被边缘化，只能依赖政府或企业发放的补贴勉强维持消费力，看似被养着，实则像数字奴隶，活在系统设定好的轨道里。3、新型社会契约，创造型社会是一种较理想的模式。机器和 AI 承担了生存所需的重复劳动，人类则把精力投向探索与创造。有人研究宇宙与科学前沿，有人沉浸艺术与哲学，有人设计新的生活方式。生存不再是负担，而是由机器保障，人类的价值转向体验、创造和自我实现。这种社会听上去像乌托邦，但未必没有可能。听起来很科幻，对吧？但你别忘了，过去我们也觉得人人用智能手机是天方夜谭，现在却成了现实。如果未来机器和 AI 都能生产、
效率高得惊人。那问题来了，社会还需要人类干什么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需要你花钱。听上去很荒唐，但这正是许多经济学家正在暗示的方向。比如，美国经济的70%以上是靠消费驱动的。如果有一天人们不消费了，不买房，不买车，不旅游，不点外卖，美国经济会立刻陷入衰退。换句话说，人类的最大作用不是去工厂搬砖，而是拿钱去买东西。那这又牵出一个尖锐的问题，如果你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你还怎么消费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全民基本收入这种想法越来越火。政府直接给钱，让你至少能维持基本的消费力，这样经济的循环才能继续转下去。资本家的真正算盘。但你千万别以为资本家是慈善家，说什么我们要养活人类。他们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消费市场。举个例子，特斯拉的目标不是每个人都有车，而是让所有有能力消费的人都买他的车。亚马逊不是让你有工作，而是让你点单购物。迪士尼不是解决失业，而是让你周末愿意带孩子去乐园花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资本家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人类需要什么，而是怎样让人类掏钱。所以当 AI 和机器人接管生产，他们最担心的不是工人没饭吃，而是没人来消费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科技公司其实暗中支持基本收入的概念，因为只要保证你手上有点钱，你就会去消费，而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才能继续卖出去。我们来看看现实中的一些小实验。日本的现金补助，2020年，日本也给全国居民发放了10万日元。结果大量商场和家电卖场出现了消费潮。中国的消费券，疫情期间，很多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，比如100元抵200元，目的不是让你存钱，而是刺激你花钱。美国的救济金，2020年疫情，美国政府直接给每个成年人发放1200美元。很多人拿到钱第一时间去消费，买 iPhone 订 Netflix 囤日用品，于是亚马逊、苹果的股价节节攀升。这些政策的本质都是在维持消费力，而不是在维持就业。因为政府和企业心里都明白，只要人类还有消费能力，经济还能转，一旦消费停滞，整个社会都会崩盘。普通人该怎么办？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有点不安。那普通人未来的处境，不就是被养着吗？是的，如果你没有特别的技能，没有掌握资源，你很可能会被安排在一个被动角色。比如，政府给你发固定补贴，你去买生活必需品，顺便刷刷短视频，打打游戏，逛逛网购平台。你的生活被填满了，但价值呢？很有限。有人会说，这样也挺好啊，轻轻松松过一辈子，不用辛苦上班。但问题是，当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，那些掌握资源的人享受顶级医疗、教育、奢侈品，而你只能在基本消费里徘徊。久而久之，这种差距会让人产生失落感，甚至社会不稳定。前面我们讲了一个残酷现实，未来很多岗位都会被机器替代，政府和企业只希望你保持消费力，而不是生产力。那问题来了，普通人还能做什么？其实答案有3条路：顺势、借力、突围。一、顺势而为，接受新角色。首先得承认一个事实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未来社会找到高价值的工作。如果机器效率更高，企业当然更愿意用机器。所以，有一部分人可能真的会进入被供养模式，依靠政府补助或基础收入维持生活。听起来很丢人，其实未必。你仔细想想，过去的农耕社会里，90%的农民都在种地，后来机器替代了他们。结果呢？人类并没有灭绝，而是转移到了新的岗位。这说明社会是会吸纳闲置人口的，
只是吸纳的方式变了。未来可能是这样，你不一定要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作，但你依然有生活。比如你可能靠兴趣爱好找到群体，甚至靠政府补助维持基本消费。如果你愿意接受这种新角色，也许能活得轻松。2. 借力而行，学会和 AI 合作。第二条路是主动借力。未来人类和 AI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机器有算力，有记忆，有效率。人类有情感，有洞察，有灵活性。所以最聪明的方式不是和机器对抗，而是把机器当工具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医生如果懂得利用 AI 影像诊断，可以在更短时间里发现更多病例，而不是被 AI 取代。一个律师如果会用 AI 做合同审核，他就能把精力放在更复杂的谈判策略上。你看，差别就在这里。不会用 AI 的人被替代，会用 AI 的人效率翻倍，反而更值钱。这就像工业革命时期，手工工匠确实被淘汰了，但学会用机器的人成为了新一代的中坚力量。3. 主动突围，找到不可替代性。第三条路是突围。突围的核心在于找到机器短期内无法替代的价值。这里我总结几个方向：极致的人性化服务，比如心理咨询、情感陪伴、个人定制；真实的人际连接更有温度。你想想，一个失恋的人，他更想跟朋友喝茶倾诉，而不是跟冷冰冰的程序聊天。创造体验而不是物品。AI 能批量生产商品，但人类真正独特的地方在于体验经济。比如一场音乐节，不只是听音乐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氛围；一次旅行，不只是看风景，而是感受文化和心境的碰撞；一顿用心烹饪的料理，也承载着温度与记忆。这些沉浸式体验，机器再聪明也很难替代。跨界整合能力，未来的价值往往诞生在不同领域的融合中。比如，一个既懂农业又懂数据的人，可以推动智慧农业发展；一个既懂医疗又懂工程的人，能在健康科技里创造新模式。这种跨界组合拳，恰恰是机器短期内做不到的。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，机器天生追求稳定，不会冒险，但人类可以投资、创业、探索未知。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资本家永远是人，而不是 AI。 除了能力，心态更关键。很多人现在焦虑里，我以后会不会没工作？孩子长大怎么办？但其实这种焦虑本身就说明我们还停留在旧思维，把工作当成核心，把生产当成人类价值。未来的逻辑很可能是，人类的价值在于体验和选择，而不是生产和重复劳动。这需要我们调整心态，不再单纯追求铁饭碗，而是追求灵活适应。不再觉得没有全职工作就是失败，而是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。不再执着必须多生孩子来维持劳动力，而是思考孩子未来能不能活得自由，有选择。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未来人类的生存逻辑可能不再是人人必须工作，而是人人必须找到存在的意义。有些人会被养着，有些人会借力 AI， 有些人会突围成功。那问题又来了，如果未来社会真的走向人是为了消费而存在，那会不会出现新的社会契约？比如政府、资本和个体之间会不会重新定义公平？教育、医疗、住房这些基本权利会不会被重新设计？这一点我会放在最后一部分来讲，那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既像乌托邦又像地狱的未来蓝图。我们从一开始抛出的矛盾，政府要人多生，企业却在拼命用机器人，一路聊到普通人未来的出路。最后的问题其实更深，未来社会会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关系？如果说过去几百年人类社会的核心契约是
你劳动换取收入，你纳税换取保障。那么未来可能要重写，你存在换取基本权利，你消费维持经济循环。这听上去有点像科幻小说，但现实已经在慢慢靠近。乌托邦的想象，先来看看乐观的版本。在乌托邦的设想里， AI 和机器人彻底解决了生存问题，农业全自动化，人人都吃得饱；医疗高度智能化，疾病大幅减少；教育个性化，每个人都能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；工作不再是必须，而是一种选择。在这种社会里，人类可以把精力投向创造、探索和享受生活。有人研究宇宙，有人潜心艺术，有人专注哲学。就像古代的贵族终于普及到所有人，每个人都能活出意义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？这其实就是很多科技乐观主义者宣扬的起点社会，人类和机器协作，进入一个新的文明阶段。反乌托邦的可能，但你别忘了，另一种可能更现实，反乌托邦。AI 和机器人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，他们控制了生产、分配资源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，靠基本收入维持最低消费力。看似人人都有保障，其实你被牢牢困在一个数字牢笼里。举个例子，今天你刷短视频、玩手游，感觉是自由选择，但实际上背后有一整套算法在操控你的注意力。未来可能更极端，你的收入、消费、娱乐甚至健康都被系统控制。你活着不是为了自由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可控的消费者。想象一下，你每个月固定收到一笔补贴，但花钱的渠道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掌握。你能买的、能看的、能玩的，全在他们设定的范围里。这时候，人类就真的成了温水里的青蛙。其实历史早就提醒过我们，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财富的重新分配。工业革命淘汰了手工工匠，造就了工厂资本家；电气化让马车夫失业，却造就了汽车巨头；互联网让报纸衰落，却养肥了谷歌和亚马逊。这一次 AI 和机器人革命的规模比以往都大，一旦你没有跟上，就可能彻底被边缘化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多国家既在鼓励生育，又在大力发展 AI， 因为他们都在两难之间挣扎，既想维持人口规模，又害怕未来真的人太多，活不下去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既然企业用机器人，那我们多生人类是为了什么？我想答案其实很残酷，也很现实。对政府来说，人类是税收和消费的来源；对企业来说，人类是市场和需求的出口；对个体来说，人类是意义和关系的承担者。所以，未来人类要做的，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，而是价值的选择者。你选择什么去体验、去消费、去创造，决定了你在未来社会的位置。如果说过去几百年，人类最重要的身份是劳动者，那么未来，人类最重要的身份可能会是生活者。机器会把世界建得更高效，但人要决定你要怎样活。是被养着，安于温水，还是主动突围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？这个答案不在 AI 手里，也不在资本手里，而在每一个人自己手里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